观众朋友们，你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陈茂老师。今天非常高兴，我们又再一次在这一个星期遇见了陈老师，赶快来跟陈茂老师打声招呼。老师你好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你们好。是好，老师，底下朋友想请问，听说八字五行缺什么，就要用名字来补充吗？老师有没有这样子的说法？好像很多长一辈的，好像他名字有缺什么，他的父母就多半给他是金木啦，或者是火土啊之类的。老师，这个要听听你的说法。对，早期的人，谢谢。这个所谓的五行叫做东西南北中，所以东方木、南方火、西方金、北方水、中央土。所以你们就会听到人家讲说，我五行缺水。对。那今年是蛇的年，今年蛇年的话，那蛇是属火。对。那八字里面缺水，可能就会想说，那我们就给他用水字部，这样是不是可以补他的不足？对，老师在生肖姓名学里面有提到两个观念。第一个观念，我们的生肖姓名学地支为主，天干为辅。第二个观念是生肖的动物的属性，对，它是主体。而地支的金木水火土，它本身都只是客体，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所谓的八字缺什么，是用地支的那子丑寅卯来评乱。但是姓名里面的话，它是以生肖的特征为主。所以五行如果缺水的，它如果在北部生，它就不缺水。所以请问你在哪里？北中南？所以因为生的北中南不一样，五行的属性不一样。那我八字如果缺火的，我如果在南部生，我又不缺火。对，所以我们南部人特别热情，真的。北部人特别有脑筋，是沉得住阴沉。中部的人容易爆火，中部的人容易好像天生就比较容易有才。对。那你看嘛，我们北讲黑，南讲红，东讲青，西讲白，所以西方国家的人为什么比较白种人多？所以因为不一样。那你看我们地球里面，澳洲的动物为什么比较容易有袋子？那其他地方为什么不会有？真的袋鼠、袋熊都是袋子，袋獾真的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因为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磁场，所以八字缺什么，不是姓名里面补什么，而是比如说我八字缺水，我住在屏东，对，那可能以前的老前辈会说，以后这个小孩子长大读书有机会让他到北部去读，所以如果八字缺水的，我会跟他讲说，你们八字缺水的话，以后小孩读大学就来我们北部读台大就好，不用读很高，这样就把缺的不足让教授来修理我们。我不足，我要用身体去接受淬炼，去吸收我所缺的。那八字缺土的，搞不好就有一段时间到中部去。那缺我的呢，就可以到南部去。所以一般要离家，大概大学的几率比较容易有离家，读高中要离家几率不高。所以如果可以，我八字缺火的，我就大学有一个阶段，大学啊、研究所啊、博士班啊，就到嘉义以南。对。那如果缺土的，就在云林到苗栗这中间，就是我们的中。那桃园到基隆，这算北。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读大学、读研究所、读博士班，任何一个阶段到那边去读书。我缺的就要被人家稍微修理一下，让教授出考题考一下我的智慧。我都考得过关了，代表我收摄的已经足了。所以各门各派观点不一样。老师从事这个行业40几年下来，发现到你所缺的，因为不同的出生点，它不一定缺。我如果出生在中部，我八字里面没有土，我的五行就不缺。我的八字缺水，可是我在北部生，它就不缺。所以我帮小孩在起新生儿命名的时候，我一看他，比如说缺水，我问他说：“那请问这小孩在哪里生的？”他报了父母的地址，不见得是小孩出生的地方哦。他搞不好太太娘家在北部，是。我太太刚好北部人，
说他就在台北哪一家医院生的，我这样最好。哇，出生地点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元神接收日月星辰不同的角度的投射。OK， 所以有一个生的铁离开母体，要被日月星辰加磁场上去，它就是落地的点为主。是，哇，老师听你这一课实在太精彩了。我本来有一点这个时差的，我突然整个都醒来了。我这一题真的很棒啊！哦，我本来还有点顿的，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一个真的很厉害。老师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几岁到几岁去来把这个北中南不足的补足，是个精华阶段，过了哪一个时间点就没什么功效了？有人一辈子都很积极在拼，拼到30几岁还是一事无成。对，到哪一天他突然间觉得这边养不活我，我到别个地方去，结果比如说他在中部活不下去，对，他八字缺水，他刚好往北部去，刚好北部就是把它补足。所以虽然到一个生疏的地方，但是却是他在吸收养分、平衡的地方。对。就从那边会慢慢又重新起步，所以这跟岁数比较没关系。应该说，当你没成就，何不换区域？真的改变嘛，改变一下。哇，真的哇，老师这一题真的太精彩了。再次谢谢陈老师的时间，谢谢老师。我相信我这一遍我自己听得相当的振奋，吸收新观念。没想到说原来北中南的差别，不是在名字里面加进去金木水火土就有了呢，反而是应该去哪一个地方去吸收它的精华，这样子来帮我们补足这个缺的部分。再次感谢老师的智慧，所以冲回来绝对是正确的。好，谢谢各位朋友，记得多多传阅财茂老师的频道。我相信这么好的学问，值得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认识财茂老师。然后靠你的帮忙啦，分享出去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支新的影片。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请问老师，没有原先的香火可以分出来，那要拜祖先的话，有哪些方法呢？好，对，老师说有3个部分嘛。等一下。好，我还没有跟高老师打招呼。好，来一杯。